今天聊一下我们发美元债这个事儿啊，其实加大债务工具的使用啊，也是为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做基础的。这几天不知道谁在带什么节奏，连我们在香港发40亿美元主权债的事情也能畅想嗨一波。有分析说啊，美元要贬值的，还有分析说咱家又贵了的。今天咱们就简单聊一讲啊。首先啊，发美元债这个事儿，最近这8年都发过7回了。而且别的国家也发过，事情本身并没有什么可以值得深入讨论的。但是呢，结合此次发行的时间和我们当下的一些布局，非得要嗨一下也可以有，但是不能靠妄想那种推演。实际上从15规划出台，各地都在响应国有3字3原则的试点。那无论是今年还是未来，我们都只会执行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更稳健的货币政策。这两者啊，重要的区别就是前者的剑柄是在我们自家手里的，后者就很快会聚集到大集团手里。而积极财政政策的第一个明显的大步子，就是前2天财政部专门成立了这个债务司。那以前怎么不设立，非得现在设呢？说明啊，接下来债这个重要的工具啊，我们要积极的用起来了。那之前我曾多次讲过，我们是严格执行财政纪律的，设立专门的部门肯定不是为了乱发债，那是要干什么呢？那我们从这个思路来看，最近在卢森堡和在香港发行主权信用债的事情，就能有些思路了。2个主权债分别是用欧元和美元。其实简单理解就是我们在借助外部的流动性来发展我们自己的实业。之前我就给大家说过，现在美元对于我们价值就是借它的鸡生我们的蛋。因为啊，美元现在依然是国际货币，我们在国外进行建设还是要用美元的。那比如在一带一路沿线做大投资的时候，我们如果融通外部的资金，这样就不会挤兑国内的流动性，对国内循环是不会造成影响的，总体是有利于我们步步为营向前发展的。那随着我们的企业出海的规模不断扩大，如果在外面搞建设都用人民币，也会对我们的汇率造成冲击。现在既然美元超发，除了美国实业，其实美元在国际上的流动性啊，还是一用一大把的。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呢，美元利率依然会降低，借美元还美元对于企业来说是有利的，而且免去了出海企业直接向华尔街机构借债，最后导致中资美债再次被引爆的风险。地产的雷就是一个教训。同时呢，全球也更愿意借钱给我们，这个呢确实是个嗨点。中国此次在香港发行的40亿美元主权债的认购规模达到了1182亿美元，接近发行规模的30倍，创了历史新高。去年我们在沙特发行那个20亿美元主权债的认购规模啊，是发行规模的15倍，今年翻了一番，足见呢中国发行美元主权债受欢迎的程度有多高。而相比之下，英国上个月也发了25亿美元的主权债，认购规模为114亿美元，这显然就说明啊，在国际市场上对我们的国家信用更加认同。而至于美国自己的国债，很显然是不好卖的啊！先是不断的让国内的养老基金去接盘，现在又是屡次创下国债利率的新高，其实都在说明美债在美国很难卖。而且我们的企业搞出海建设都是需要融资的，比如中建到非洲去建设，那需要融资，如果找花旗或者找外资银行，它不一定会借给我们，这背后是有一定的政治风险在里面的。即使借给我们钱，利率也会高，而且关键时刻有可能会抽贷，破坏你在非洲的建设呀。所以找华尔街的银行借钱风险还是很高的。那需要赢的同志们又说了，我们不是有外汇储备吗？难道不可以用吗？首先呢，我们的外汇储备是需要保持一定的份额的，不然对我们也会造成风险。另外，外储目前依然一定程度的对应了我们内部的人民币发行量，如果我们动用外汇储备，我们国内的银根也会收紧，对我们也会产生问题。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国家以国家的信用担保出面去借美元，差不多和美债一样的利息，咱家的信誉又好，条件一定的情况下都更愿意借给我们，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申购资金。那国家拿着借来的钱，然后国家再拿着借来的我们外储之外的资金，再借给我们自家的商业银行，比如啊中行啊，那中行可能就再加一点点利率差，再借给中建，那肯定比华尔街的银行更安全，利率更低嘛。这样呢，中建就可以放心的去建设了，还不用担心背后有抽贷、突然暴雷之类的幺蛾子。那这条路如果走通了，未来随着我们一带一路的企业的不断建设，这个路子就会被大大的拓宽。还比如呢，就是去借中东土豪们的钱，土豪也很乐意借给我们，总比借给美国政府去搞 AI 泡沫好。到时候泡沫万一爆了，可就啥都没有了。我们这里借的钱可是实实在在的建设，如果能建在石油国家内，那就更美好了，连安全都有保障了。这条路子走通之后啊，下一步我们就可以探索发行人民币债了。
路线就是产油国卖油给我们收人民币，然后呢收到的人民币再买我们的人民币国债，然后我们拿着这些钱继续搞建设，当地的人民出工出力出土地出材料，有就业有收入有产业升级，收人民币还能买到全部中国造的好东西，完美的以货物的实体经济为基础的人民币国际化就走通了。那世界人民接下来争先恐后的要人民币了，对美元的需求就降下来了，美元的需求降下来了，美元的潮汐的希望就没有了。然后呢，全世界人民拿贸易啊服务来跟我们换东西，那么我们的国际化就流动了起来，而美元在贸易领域的应用场景就会越来越窄。